风味物质。第二天，趋同与圆润的峰值。冷藏48小时后，风味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稳定峰值。多位品鉴者反馈，两组咖啡的区分难度达到最高。冷藏组失去了所有刚刚萃取的锐利感，风味变得极其圆润、醇厚且融合。稀释后的美式咖啡，其1:2.27比例带来的甜感被低温锁住，口感保持了极好的厚度。几乎所有人认为，如果不是进行盲测，完全无法判断哪一杯是隔夜的。独立观点：浓缩咖啡的转化。我们认为，冷藏过程虽然损失了部分易挥发的花果香，但同时也加速了咖啡液中酸类物质和糖类物质的进一步融合，形成一种熟成的稳定口感。这种稳定和圆润，对于作为美式咖啡基底而言，是一种优于新鲜萃取锐利感的品质。对于追求效率的家庭用户，将萃取后的浓缩咖啡用于1到2天内饮用，是兼顾品质和便捷性的最优解。第3天，稳定性的考验与微弱的衰减。冷藏72小时，风味稳定性开始接受真正的考验。此时，评审开始能感受到冷藏组美式咖啡在口感上的细微变化，厚度感略微下降，开始出现轻微的水感。香气上，虽然焦糖、巧克力基调依然存在，但整体的活力和复杂性降低。最关键的余韵洁净度依然保持得不错，这得益于前期精确的降压萃取。不过，有一位测试人员指出，在口腔后部开始出现轻微的沉闷感，这是风味物质开始缓慢氧化的信号。深度解析：即使是982萃取的浓缩咖啡，其油脂的氧化、微生物的缓慢活动仍然是不可避免的。第3天是保存的临界点，它提示我们，虽然可以饮用，但应在48小时内饮用完毕，以保证精品级的品质。第4天，风味骨架的松动与陈旧感。冷藏96小时后，品质的衰减变得难以忽视。冷藏组的美式咖啡在香气上出现了明显的陈旧感，原有的焦糖甜感显著下降，甜苦平衡开始向苦味和酸味偏移，口感松动明显，原有的厚实感消失。最关键的是，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酸败或馊味，但浓缩咖啡特有的活力和鲜度已经彻底消失。独立观点：风味的不可逆转。进入第4天，浓缩咖啡的风味衰减已是不可逆转的。对于每日坚持使用22克粉量，并进行35到40秒精细萃取的爱好者而言，此时饮用已无法体现出前期工作的价值。它依然是咖啡，但已不是高品质的意式浓缩。第5天，饮用价值的末期。冷藏120小时的美式咖啡，风味已失去平衡，苦涩感和杂味开始显现，口感平淡如水。测试者一致认为，这杯咖啡虽然可以提供咖啡因，但风味品质已远低于新鲜萃取的标准。3. 总结与独立性观点。弗莱尔58赋予的时间魔法。本次利用弗莱尔58进行的超精确意式浓缩保存实验，提供了令人鼓舞的结论。1. 精确萃取是保存的基础。我们22克进粉，1:2.27比例，35到40秒萃取时间，前期预浸泡并带有后期降压的流程，成功的萃取出了苦涩味极少、焦糖甜感极高、余韵干净的浓缩基底。正是这种高品质的基底，为其48小时内的冷藏保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2. 黄金保存周期确立。对于不追求极致专业风味，仅用于制作美式咖啡的日常饮用者而言，萃取后密封冷藏48小时是兼顾品质与效率的黄金周期。在此期限内，风味差异微乎其微，甚至因圆润而更适合美式咖啡的口感。3. 实用主义的胜利。对于那些不方便每天进行22克咖啡粉的研磨、布粉、压粉、萃取和清洁的爱好者来说，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浓缩咖啡批次制作的绝佳方案。它允许您在一次性投入时间后，享受2天的即时高品质美式咖啡。这代表了咖啡实用主义哲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一次胜利。4. 独立性观点。超越手冲的稳定性。意式浓缩咖啡的高 TDS 和高油脂含量，使其在冷藏状态下比手冲咖啡更具风味稳定性。手冲咖啡隔夜后风味物质迅速流失，口感变得寡淡，而经过弗莱尔58精心萃取的浓缩基底，其强大的风味骨架即使在稀释后，依然能够维持其醇厚度和焦糖甜感，是真正的即时美式咖啡优选基底。最终的结论是，通过严谨的科学控制和流程优化，意式浓缩咖啡的即时性神话可以被打破。它不再是必须立即享用的艺术品，而可以转化为一种可供储备、方便快捷的高品质饮用基底。希望这次的试验能让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
在保存的时间上做出一些贡献。